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还有脸书，还有 Twitter，跟理查老师一起学习中文。好，各位同学，今天我们来学习新 HSK 第4集的词汇。今天的日期是2022年的9月22号，今天是星期四。好，那各位同学，很多人已经上来了哦。第一位同学是 Christina 小土豆，是来自爱尔兰的朋友。第二位同学是米磊 Mingalaba， 还有 King 你好，雨柔 Mingalaba， 宋平 Sawadee Krab， 还有这位同学你好，立新小土豆儿，佩霞你好，曹同学欢迎。好，那么各位同学来听老师的课，第一件事情是先帮老师点赞，千万不要忘记了。好，还有我们的春娇也来了哦 Sawadee Krab， 裴静同学也来了哦 Sawadee Krab， 对。好 OK， 好，那我看一下还有谁哦，这个佳妮，来自印度的佳妮同学，还有 Hassan， 还有古浩宇同学，欢迎。好，我们现在先来练习一下中文的数字哦。好，今天老师跑了几步呢？我们看一下。好，9732。好，我们再看一遍。9732，不太清楚。OK 了。9732中文怎么说呢？好，郑红来了 ，Thomas， 郑红小土豆 ，Thomas，Lamos 你来啦 ，Ola， 好久没看到 Lamos，Hello， 这个 Ray 虎你好，9多少？9732对不对？9732，好的，9732。好，郑红说9732步。好 ，King 说9732步，立新9732步，雨柔9732步，你好，还有新同学哦，你好，君明，今天老师跑了9732步哦，刚刚这个跟老师说好啊 ，Hello Miss Mary 你好 ，Christina 9372步。佩霞，今天理查老师跑了9732步，非常好。还有谁？还有我们的这个新同学吗？Riri 你好。好，米磊9732步。好 ，Ray 虎说不是 HSK 第2集吗？不一定诶，今天是上第4集哦。好的 A 呀，你好，秀丽说今天老师跑了9732步。好，那么已经练习完了，我们现在就来上课吧。今天我们来学习新 HSK 第4集的中级词汇。我们今天学习2个词汇，第一个大巴，大巴。好，第二个单词大多，大多。好，在学习这2个单词之前呢，理查老师要先告诉各位一件事情，就是大叔中文的新视频已经上来了，大叔中文的新视频已经出来了哦，所以各位同学，你们直播课完之后，可以去听听大叔中文的新视频。我们这一次聊到中国人到底吃不吃狗肉，这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所以如果你喜欢的话，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大叔中文、大叔 Mandarin 的新视频，要支持我们，要点赞，然后还要留言哦。好 ，OK， 那么我们继续来上课吧。好，第一个词汇叫大巴。什么叫做大巴呢？老师告诉你，大就是 large or big， 很大嘛，对不对？你们都知道大的意思。巴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巴就是巴士，巴士就是英文的 bus， 所以巴士就是像公交车那样的交通工具，我们也可以叫巴士，就是 bus 的 translation 哦。好，巴士，大巴就是大型巴士，就是很大台的，很大台的一辆很大的巴士，很大的公交车，你就可以叫它大巴。
OK， 大巴，英文也可以叫它 coach。好，你现在看到这个图就是大巴大巴，大型巴士大型巴士。好 ，OK， 通常是做长途旅行用的。长途旅行的时候，我们就会坐大巴长途旅行的时候，我们会坐大巴长途旅行 ，like a long distance trip。Long distance trip。好，这个单序不是大把，不是大把，是大巴把跟巴是不一样的。好，长途旅行的时候，我们就会乘坐大巴，大型巴士大型巴士。好，好，曹同学看了大叔中文了太好了。Hello， 各位 Assalamualaikum。好，我们看一下句子，我们坐大巴沿着莱茵河旅行。好，坐就是 like take a vehicle， 所以坐大巴的意思就是 take a coach， take a large bus。好，沿着就是 along， 沿着就是沿着河或沿着路 along the river， 沿着河。你可以沿着路 along the road， 你可以沿着街 along the street。所以沿着就是这样沿着这个河一直走，叫沿着 along。好，就是英文的 along。好，莱茵河是欧洲一条非常有名的河流，叫莱茵河。莱茵河通过德国，还有哪些国家我忘了。我知道莱茵河有通过德国好，莱茵河旅行就是 take a trip 所以呢，我们怎么去旅行呢？我们是乘坐大巴去旅行，我们去看莱茵河我们去欣赏莱茵河的风景好的，没问题坐大巴很便宜。好的 ，Hello Teacher Richard，Hello， 你好，雅正来了 ，Norbert Ola。好，各位同学，如果你喜欢老师的视频，欢迎你分享给你的朋友老师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同学一起来看老师的视频。好 ，OK， 对，我们坐大巴沿着莱茵河旅行。好，那各位同学，除了大巴之外，我们当然也有medium size 中巴，我们还有 mini bus， 还有小巴。所以各位同学，我们有大巴、中巴跟小巴。好，那一定会有同学问说，理查老师，怎么样的巴士是大的？怎么样的巴士是中的？怎么样的巴士是小的呢？好，老师现在告诉你们，如果这个巴士可以坐20个人，有20座，就是20个座位老师现在写的20座就是20个座位20个座位 like 20 seats， 20个座位。如果这个巴士可以坐20个人，我们就可以叫它大巴，好的。如果这辆巴士可以坐20个人，那么这就是一辆大巴。然后大巴的高度 height 高度通常是9米好，老师写给你，大巴的高度通常是9 meters 9米。大巴的 height 高度通常是9 meters 9米。好，那中巴呢？ medium sized bus。中巴的话可以坐10到19个人，它有10到19个座位 like 10 to 19 seats， 10到19个座位。那它的高度大概是6米到9米6 to 9 meters， 6到9米。这样的巴士我们可以叫它中巴中巴。好，那什么叫 mini bus 小巴？小巴就是坐10个人以下，有10个以下 below 叫以下10个以下的坐10个以下的人以下。好的，以下好 OK。那长度对耶，不是高度是长度，高度太夸张了，对不对？
哎，对，我觉得本纪说的很好，我说错了，应该是长度，不是高度。高度的话就太高了，对不对？9米太高了。对，本纪说的很好，应该是长度。好，长度9米啊，好，本纪纠正了理查老师。这个9米指的应该是它的长度，不是高度。长度是这样子哦，这个叫长度 length，这个叫高度 height。9米，我觉得本纪说的对，应该是指它的长度哦，它的 length 有9 meters 9米。那中巴是6到9米，长度6到9米。那小巴是低于6米，长度低于6米哦。好 ，OK， 很好。然后它可以坐10个以下的人，有10个 below 10个以下的座位，我们就可以叫它小巴，英文叫 minibus 啊，小巴。好，我想你们都坐过大巴，也坐过中巴，也坐过小巴啊。好，哈森说，我坐大巴的时候，我坐大巴去桂林旅行，不是流行啊，是旅行。我坐大巴去桂林旅行。好，好，那么我们再往下看，我们还有2种巴士，常常听到的叫第一个双层巴士，双就是 like double，双层 is like a layer or decker。层就是一层一层层 layer，双层就是 double decker。好，双层巴士。那什么叫双层巴士呢？这个有一层，上面还有一层它有2层的地方可以坐人你可以坐在第一层，你也可以坐在第2层。这样的巴士叫双层巴士double decker bus。好，理解。那些在大巴里面会睡觉的话怎么办？什么意思啊，Norbert？我不懂你的意思。在大巴里睡觉很累了，在大巴里睡觉什么意思？我不太懂。好，OK。那有一种巴士是你在机场会看到的它会把乘客从这个机场送到这个飞机上，飞机旁边像你们看这个图，好，这个图这里这个巴士就是机场巴士，机场巴士会在飞机场里面你们看到这样的巴士，这个叫机场巴士 （Airport Shuttle Bus） 机场巴士会在机场里面看到好，这个叫机场巴士。好，听得懂没问题。好，对，我们这个巴士其实巴士就是公交车啦巴士就是公交车，一样的意思一样的意思。好，OK，没问题。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学这个比较重要，叫大多。今天我们的重点在这个词汇上面，大多。好，大多的意思是 the most，the greater part。好，它是个名词，它是个名词其实大多是从大多数变来的，然后我们念得很快，大多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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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的我们这个数我们就不念了，我们就只念大多，念起来比较简单，所以慢慢的我们就只说大多，所以这是一个比较 informal usage because the formal usage should be 大多数。但是我们越念大多数越觉得很麻烦，对不对？大多数，大多数，所以我们慢慢的就变成念大多 ，we omit 数，所以这个大多是个 informal usage 好，各位同学，理查老师还是建议你念成大多数，比较 formal 一点，比较听得懂大多数比较听得懂，大多听起来比较 casual and informal。OK，所以大多就是大多数，也是大部分的意思。它的意思就是 most of something。OK，most of something。好，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大陆有一类没有座位的大巴，只有床。我不晓得耶，Norbert，我没有看过那种巴士我没有看过那种大巴耶。所以我不太清楚。好，我们看一下例句，大多数的
汉语老师是女性。好，这我们当然都知道。其实不止汉语老师，理查老师觉得大多数的老师啊都是女生哦，都是女生。好，大多数的 like most 的有点像那个英文的 of， 所以像 most of Chinese Mandarin teachers are female， 大多数的汉语老师是女性哦。好，这个应该没有问题。所以大多，你可以说大多的汉语老师，你也可以说大多数的汉语老师，当然你也可以说大部分的汉语老师啊。所以大多就是大多数的意思，只是比较 informal。OK， 理解。好，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啊。好的，大多的第一个 grammar point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most of something， 所以我们可以说大多数的，大多数的，然后我们后面加上一个名词哦，后面加上一个名词，所以它不难用。你可以说大多数的人 most people， 大多数的时间 most of the time， 大多数的叭叭叭。你也可以说大多的人 most people， 大多的时间 most of the time， 但是听起来比较 informal 一点哦。好，那么我们来做题目吧。品品，品品是一个女生的名字，的时间都在工作。好，大多。好，这里的大多就是大多数的意思哦，大多。然后呢，因此 so 忽略了孩子。好，忽略这个词非常的重要，它的意思就是 ignore 或者是 neglect。忽略就是你不管他，你不理他。You don't take care of the person, you ignore the person, you neglect the person。忽略就是你不管他，你不理他，你不照顾他。可能你不是那么爱他了，所以你会忽略他。所以有时候啊，你们有些女生喜欢了别的男生，你就会忽略了你的男朋友。有的男生他爱上了别的女生，他会忽略他的女朋友。父母亲也会忽略了自己的孩子。如果你不再爱你的孩子的话，你会忽略你的孩子。忽略就是你不再爱他了，你不是那么喜欢他了，所以你不再照顾他了，你不再注意他了，这个叫忽略。好，请问这题的答案是什么？好，珍妮，佳妮不是珍妮。佳妮说，品品大多的时间都在工作。好 ，Norbert 说，品品大多的时间都在工作。好，秀丽说，大多数的大巴司机不是大把哦，大巴司机是男的。OK，大巴哦。好，汉平说，品品，汉平你是品品吗？品品大多的时间都在工作，因此忽略了孩子，所以他不再注意他的孩子了，他都在工作，他没有照顾，没有注意自己的孩子。好，雨柔说，品品大多数的时间都在工作，因此忽略了孩子。好，哈森，品品大多的时间可以都在工作，因此忽略哦，不是互留哦。好。好，那各位同学，这里的大多你也可以用大部分，品评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工作。你也可以用大多数，品评大多数的时间都在工作，因此忽略了孩子啊。好，慧君，品评大多数的时间都在工作，因此忽略了孩子。好的，对，这个配霞很好哦。你可以说大多的时间，你也可以说大多数的时间。What's the difference？大多数比较 formal，大多比较 informal。理查老师觉得你们最好还是说大多数啊，大多有些人会觉得有一点太 informal 了啊。家人叫你品品啊。好，苏拉拉，品品大多数的时间都在工作，很好。好，我们往下看啊。好，第二个意思，请各位同学注意，大多的第二个 grammar point，
它不等于大多数了，它不再等于大多数了。第二个 grammar point， 它不再是名词了，它现在是个 adverb， 是个副词了。特别注意，现在我们学的第二个意思，大多的第二个意思是副词，它的意思是 mostly or like usually 的意思。它也可以写成大都，大都。好，那你们会有个问题，老师，那我大多要放在句子的哪里呢？ Where should I put 大多 in a sentence? I'll teach you a tip. Oftentimes, 大多 is used after the subject. So remember this tip. If you don't know how to put an adverb in a Chinese sentence, oftentimes you can put an adverb after the subject. Okay, in a Chinese sentence. 理解吗？好，那么我们可以来做题目了哦。记得大多我们可以放在主语的后面。好，它的意思就是 mostly。大多来自这个班上的贫民窟。贫民窟 slum。贫民窟是什么意思？贫民窟就是那个地方住的人都是很穷很穷的人。平民就是 poor people， 很穷的人叫平民。贫民窟就是窟指的就是一个地方，一个不太好的地方，很穷或者是很不好的地方，我们都叫窟。好，所以窟这个地方里面住的都是很穷很穷的人，我们叫贫民窟。很多国家都有这个 slum， 我们中文就是说贫民窟，里面都是很穷没有钱的人啊。好，学生，请问答案是什么？汉奸说，这个班上的学生大多来自 mostly come from the slums。很好，大多来自贫民窟。好，哦，李宁老师来了，还在陪娃弹琴。好，李宁老师没关系，你去忙吧，再来看回放就好了啊。好，再来是秀丽，这个班上的学生大多 mostly most of them 来自贫民窟，非常棒啊。好，来雨柔，这个班上的学生大多来自很穷很穷的地方，贫民窟，很好。裴静，这个班上的学生大多来自贫民窟，所以这个班上的学生都是比较穷的人啊，比较穷的人啊。好 ，Christina， 这个班上的学生大多来自贫民窟。好，曹同学来自学生 A， 曹同学 try it again，OK，、立新，这个班上的学生大多来自贫民窟。稳善同学，新同学欢迎你，这个班上的学生大多来自贫民窟，很棒。好，我们再往下看。我们再来练习一下第二个 grammar point 2的用法，当做副词的用法。你也可以用大都哦，你可以用大都，他们两个是同义词，都可以，你可以用大都。好，大多选择我先念这个强烈地震后。好，强烈 means strong， 地震。台湾前几天才发生地震，对不对？地震就是 earthquake， 强烈地震 strong earthquake， 强烈地震后 after， 强烈地震后大多选择在公园里，居民们好避难。这边有两个词汇比较难，第一个词汇叫居民，居民就是住在一个地方的人，英文叫 inhabitant。居民是住在一个区域、一个地方的人，我们就可以叫居民。避难是什么意思呢？不是避难 ，sorry， 避难，四声的避难。避难的意思就是，如果发生了像地震、台风、龙卷风 （tornado） 或者是海啸 （tsunami） 发生了这种灾难的时候，洪水，我们就要去避难。所以避难的英文是 take shelter or evacuate. Take shelter or evacuate. 避难就是你要去安全的地方。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像地震、台风、龙卷风、海啸、洪水等等，
的灾害，你要去安全的地方避难啊，避难。好，请问答案是什么？宋平说，强烈地震后，居民们大多选择在公园里避难，因为如果地震又发生的话，公园里面比较安全啊。好 ，Norbert 说，居民们大多选择在公园里避难，很好。好的，立新说，李宁老师好。好，苏拉拉说，这个班上的学生大多来自贫民窟。雨柔说，强烈地震后，居民们，雨柔老师刚刚说了哦，就是大多这个是副词，所以我们要用在这个主语后面，对不对？雨柔用在主语后面嘛，所以我们要说强烈地震后，居民们大多放在居民们主语的后面啊，选择在公园里避难。曹同学，居民们大多选择在公园里避难。Hello，大面来了，大面你好。好，第二题没问题了啊。好 ，Once again, let me remind you, where should we put 大多? Oftentimes, you should put 大多 after 主语啊。好 ，OK，我们再往下看。好，广告时间了，各位同学来，你先帮老师点赞好吗？ Give me a like, please。先帮老师点赞，然后呢，订阅老师的频道。那也记得分享老师的视频。如果你喜欢老师的视频，记得要分享老师的视频。那如果你想请老师喝杯咖啡，你可以成为老师的小土豆。你可以 buy me a cup of coffee every month. You can be my YouTube members. OK， 好。1个月$2就可以支持理查老师了哦，谢谢大家的支持。好，那么我们现在是考试时间 ，quiz time。OK， 来，大巴，大多，我们的句子是大叔中文在周四发布新视频。好，大叔中文，请大家支持大叔 Mandarin。好，在周四 is like on Thursdays， 在周四发布就是 release， 发布就是我把一个新视频上传到 YouTube 上面，大家就看得到了。我也可以发布唱片，我可以发布消息哦，所以发布就是 release 的意思。那老师告诉你，我们可以发布什么？我们可以发布 a piece of news， 我可以发布消息，我可以发布这个 new album 新专辑啊，我可以发布新的专辑 new album， 我可以发布视频，都可以。好，所以我可以发布 release。好，我们可以发布 release a piece of news， 我可以发布 my new album， 发布新专辑，我可以发布我的 videos， 我可以发布视频，都可以啊。好，你们都答对了，也大多大叔中文大多在周四发布新视频。好，大多答对了，雨柔大多，你们好聪明哦，大多稳善也是大多。好。Christina 说，大叔中文大多在周四发布新视频，很好啊。对，这个繁体中文就要用影片了啊。我们在台湾说影片啊，大叔中文大多在周四发布新影片啊。在台湾我们说影片，不说视频啊。好 ，Quiz number 2，大巴大多。乘去机场要多久？可能要2个小时。这题蛮简单的，你可以告诉老师答案吗？机场 airport 可能 is like maybe。OK， 好，各位同学，这题很简单，请告诉我答案。汉平说，大叔中文大多在周四发布新视频，我每周四都会看大叔中文，非常好啊。
好，大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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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大巴，很棒啊，大巴。好，慧君说，大叔中文大多在周四发布新视频。裴静说，乘大巴去机场要多久？可能要2个小时。OK，Norbert 说，请打巴区市场要多久？请问吧。请问要去大巴市场要多久啊？好 ，Christina 乘大巴去机场要多久？很好。宋平乘大巴去机场要多久？非常好。好的，没问题哦。我们继续往下看。大巴，大多，好，人们，人们就是 people 啊，people 的意思，like persons actually we say people，人们站在街上。送女王最后一程。好，各位同学，我们这里有一个 expression， 我们这里有一个我们可以说短语吧。我们这里有个很棒的短语哦，就是送吧吧吧，最后一程。It's like see someone off， 或者是 see someone off in his final journey. So that means the person died， 这个人死了。所以我们要送 someone 最后一程。所以如果你说我要送理查老师最后一程， that means I'm dying or I died。 理查老师可能快死了，或者是已经死了，所以你们要送我最后一程。OK， 所以我们不要乱用哦，送 somebody 最后一程。最后一程 is like someone's final journey. So maybe the person is dying or the person died. So you need to witness the person's final journey. 好 ，OK， 这个答案是什么？大多。汉平说，人们大多，意思就是 people mostly do something。OK，people mostly do something。人们大多站在街上送女王最后一程。好，我们都知道英国的女王已经逝世了，对不对？所以人们大部分的人们，大多数的人们，或者是人们大多站在街上送她最后一程哦。好 ，OK， 不要乱讲。好，星星说，人们大多站在街上送女王最后一程。大多哦，Hassan 大多 s i k o n 人们大多站在街上送最后一程。我们都以为理查老师是 immortal， 不死不灭。理查老 Teacher Richard is immortal. Yeah, I hope. I wish I were. OK， 好，这个 AOU Channel 说，人们大多站在街上送女王最后一程。井上玲子大多，你是来自日本的朋友吗？军民大多。好，我们再看下一题。我们今天有很多题目哦。来，大巴，大多，树上叭叭叭的香蕉已经成熟了。好，你们都知道香蕉对吧 ？banana， 树上的香蕉，树上什么什么的香蕉已经成熟了。成熟就是如果水果成熟了，你就可以吃了。如果水果还没成熟，你还不能吃哦。水果一定要成熟了才能吃。人也可以成熟，成熟的人知道怎么解决问题，知道怎么尊敬别人。成熟的人就是 mature man，mature person。成熟的人呢，做事情是他可以解决问题，而且呢，他是 responsible 的，他是很有责任感的。成熟的人是有责任感的哦。所以你可以说你可以说成熟的人，你也可以说水果成熟了。好，这题很简单啊。大多，好，树上大多的香蕉已经成熟了。好，星星说树上大多 like most of 的香蕉已经成熟了。雅正，树上大多的香蕉已经成熟了，很棒啊。好，单序也是大多。
拉拉也是树上大多的香蕉已经成熟了。各位同学，树上不会有大巴，所以你不可以说树上的大巴已经成熟了。哦，树上是没有大巴的。各位同学，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在这里可不可以用大部分的，或者是大多数的？这一题可不可以用大部分，或者是大多数？如果你觉得可以，你就说可以。如果你觉得这个句子不可以用大多数或大部分，你就说不可以。请问这个句子可不可以用大多数或者是大部分？可不可以？可以。好，宋平说可以，佩霞说可以。好，雅正说大部分可以。那大多数呢？雅正，大部分可以，大多数行不行？好，可以，没问题，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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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哈森说不可以。好，各位同学，可以的，因为你看到一个的，我们可以说大多数的，可以，因为在这里大多是一个 noun 名词，所以当大多用在名词的用法时，就可以用大部分，也可以用大多数，所以你可以说树上大部分的香蕉已经成熟了。树上大多数的香蕉已经成熟了，都可以。当然，你也可以用大多的香蕉哦。好，对，可以。好，你们都懂了哦。名词的时候可以等于大多数跟大部分哦。好，下一题，大巴、大多，佳佳每次坐时都会晕车、呕吐。好，各位同学，晕车的意思就是你坐在公交车上，你坐在可能你坐在火车上，有时候你会觉得头有点晕，你会觉得 dizzy， 晕就是 like dizzy， 哦，晕，你会觉得头不舒服，头在痛，然后呢，感觉东西在飞，然后你觉得啊头很晕，这个时候你就是晕车了，表示你在车上头很痛，你晕车了 ，car sick。然后有的人晕车之后，他会呕吐哦，呕吐就是像这种 vomit。OK， 好，呕吐。佳佳每次做什么时都会晕车、呕吐。好，宋平说佳佳每次坐大巴时都会晕车、呕吐。好，很好哦。裴静，佳佳每次坐大巴时都会晕车、呕吐。好，大面每次坐大巴时，哎，大面你是坐大巴还是坐大巴？好，大面每次坐大巴时都会晕车呕吐。好，呕吐很好 ，take a bus 很好。好，雅正说佳佳每次坐大巴时都会晕车呕吐。好，AOU Channel，佳佳每次坐大巴时都会晕车呕吐。好，没有问题，你们都答对了。好，老师希望你们坐车的时候不会晕车，因为晕车啊头会很痛哦，很不舒服。老师希望你们坐车的时候不会晕车哦。好，好的，好，苏英也说大巴，很好。好，来最后一题 ，the final question here，大巴，大多。好，888时候，我感到孤独，似乎没有人愿意爱我。哇，so sad，这个句子好伤心的感觉，对不对？这个句子会让你觉得有点 sad，会让你觉得有一点伤心难过。好，888时候，我感到孤独。好，孤独就是 alone，solitary。孤独就是你觉得身边没有人陪你，你的身边没有男朋友，你的身边没有女朋友，你的身边没有孩子，你的身边没有父母亲，你可能你身边也没有朋友，你可能就会感到很孤独 lonely solitary 孤独。似乎就是it seems that 似乎就是 seem 似乎就是好像的意思，好像没人 no one 愿意 be willing to 好，没有人愿意爱我，没有人想要爱我没有人要爱我，好可怜，对不对？好，请问答案是什么？大多时间
好，大多时间。好，大面说大多时间我感到孤独，似乎没有人愿意爱我。大面，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没有人爱我，我好孤独啊。好，大多时候很好。好，刚刚有人说大多时间，宋平说大多时间也可以，你也可以这样说，大多时候、大多时间都可以哦，都可以。那我们英文要翻译成 most of the time，most of the time。好，大多，大多很好，大多好。林子应该是 most of the time 哦。好，素英说大多时候我感到孤独，似乎没有人愿意爱我。好，这个慧君说大多时候我感到孤独，很好。雅正说大多时候我感到孤独，似乎没有人愿意爱我。这个人是不是老师？有时候我会有这个感觉。各位同学，你们会不会有这个感觉？有时候，理查老师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有时候，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你觉得都没有人爱我，我好孤单哦，哈。好，各位同学，宋平，好，汉奸也答对了，大多时候。汉平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理查老师，为什么这个题目没有的？为什么这个题目没有的？理查老师，你不是说要加的吗？理查老师你自己说的啊，要加的耶。为什么这一题没有的？老师，为什么？所以宋平也有这个问题，为什么没有的？老师告诉你哦，宋平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在不正式的中文的时候 ，in informal and casual Chinese，你会看到这样的句子，叫做大多人。所以中文有时候很懒惰，我们会 omit so many words。For example，我们会说大多人、大多时间，那它的意思其实就是大多数的人、大多数的时间、大多数的时候。好，老师写给你们看哦。好的，所以各位同学，你们不用问老师说，老师为什么没有的？我们这里为什么没有的 ？I don't understand, teacher. You want us to add a the, but why we don't use the here? Let me tell you, because sometimes when we say most of the people, most of the time, we try to be as lazy as possible in Chinese. 我们要很懒，中文很懒惰的。我们应该要说大多数的时候，但是我很懒，我会说大多的时候。我更懒 ，I'm lazier，我会说大多时候，大多时间会。如果真的你要 very informal, very casual, you can say that. So sometimes you will see 大多时候、大多时间、大多人。在歌词有人唱歌的时候的歌词 lyrics，你会看到这样的词，大多人 only。但是 sounds so informal. But we understand it, of course, but it's so informal. I think you don't need to use it in your daily talk, but you need to understand it in case someone may say it. 如果有人说大多人，哦，大多数的人，大多时间，大多数的时间，you understand them and you feel happy about it. OK，好，所以我们就可以用大多，但是不是每一个词语都可以用大多 plus a noun，通常是大多人或大多时候、大多时间，oftentimes 就这些而已啊。我们不常用，但是你要听得懂啊，你要听得懂。好，大多同学都爱理查老师，汉平可以的，但是 very informal，非常不正式。比较好的说法是大多数的同学 sounds much better，or 大部分的同学 sounds much better。好。好的，宋平，希望老师有解决你的问题哦，因为这个问题很好。我们在不正式的中文，我们在不正式的中文的确会说大多时候、大多人，但是非常的不正式啊。理查老师不建议你这样用，你最好就说大多数的人、大多数的时间。Sounds better. Okay. You're not wrong, but
you sound better when you say 大多数的时候，大多数的人，大多数的同学哦。好 ，OK， 好的，各位同学，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课程。我们今天学习到了大巴、中巴、小巴，我们还学习到了双层巴士、机场巴士，我们还学习到了大多有2种用法。第一个用法就是当做名词，大多数的 plus a noun。第二个用法当做副词，大多可以等于大都 use as an adverb。那我们要把它放在主语的后面啊，记得。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了，请大家等一下可以去支持一下大叔中文的新视频。我们明天是聊天课，如果你想跟理查老师练习口语的朋友，欢迎你明天来跟老师一块聊天。好，各位同学，我们明天见喽，晚安，拜拜。对，明天又是我们的聊天课，一定要来跟老师聊聊天哦。好，拜拜。